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朋友说天下。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本书《动物庄园》。最近读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内涵、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看来非常值得一读，所以我想把这本书也分享给大家。动物庄园又名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创作的寓言小说。奥威尔他竟然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奥威尔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斯大林主义获得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对其进行批判。他认为苏联已是惨无人道的独裁统治，而这种统治手段建立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上。故事开始于英格兰威灵顿的一个庄园农场，由于主人琼斯先生管理不善，终日酗酒，不负责任，激起了农场内动物的造反。在某一夜，农场里的一头老公猪老少校 Old Major 将动物们召集起来开会，宣布人类是动物的敌人，号召动物们要推翻人类，并教会了动物们一首革命歌《英格兰的生灵》Beasts of England。 歌曲的大概内容就是英格兰之兽，爱尔兰之兽，普天之下的兽，倾听我喜悦的佳音，倾听那金色的未来，那一天迟早要到来，暴虐的人类终将消灭，富饶的英格兰大地将只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我们的背上不再佩鞍，橛子马刺永远生锈，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从此庄园里的动物就走上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道路。老少校死后，两头年轻的猪分别叫做雪球和拿破仑，成为了动物们的领袖，并发动起义，最终成功把琼斯先生赶出了农场，然后把农场从 Manor Farm 改名为 Animal Farm。 他们采取了动物主义7戒为他们的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第7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而这7条戒律分别是：一、凡靠2条腿行走的全是仇敌；二、凡靠4条腿行走的或者长着翅膀的全是朋友；三、所有动物不能穿衣服；四、所有动物不能睡床铺；五、所有动物不能喝酒；六、所有动物不能伤害其他动物；七、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而这7条也就是在映射共产主义宣言。而这7条律法以大写的形式写在谷仓一侧的墙壁上，雪球在之后教动物们读写，拿破仑则自行教育小狗。最初动物们食物充足，农场运营良好，猪在把自己提拔到领导的位置上之后，给自己留出了特别的食物供应，他们在表面上称这是为自己的健康。一段时间后，琼斯先生和他的手下们尝试着重新夺回农场，同时其他农场主因为害怕相似的动物起义发生在自己的农场，也来帮助琼斯。雪球和其他动物先是躲藏起来，随即发动了突然袭击，把刚刚进入农场的人类打得落花流水。动物们胜利了，雪球的支持率猛增。这场战斗被正式命名为牛棚战役。在动物起义的周年纪念日，动物们决定鸣枪纪念。雪球和拿破仑为了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互相竞争。雪球的计划是兴建风车，让农场变得现代化。但是当雪球宣布他的计划时，拿破仑却让他喂养的狗驱逐了雪球，并宣布自己才是最高领导人。之后，拿破仑改变了农场的领导结构，他取消了动物大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猪组成的委员会，由猪来运营农场，继续进行兴建风车的计划。动物们工作得十分卖力，因为拿破仑承诺，风车建成后，动物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轻松。然而，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动物们发现自己辛苦兴建的风车倒塌了。拿破仑为了让动物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境外势力搞的鬼，而不是自己的领导出现问题，就开始宣传这就是雪球在蓄意破坏他们的工程。自从雪球成为替罪羊以后，拿破仑就开始利用他手下的狗来清洗农场，杀死那些被他指控同雪球有私交的动物。当一些动物回忆起牛棚战役时，拿破仑就不断污蔑说雪球是琼斯先生的通敌，并把他自己荒唐地当成这场战斗中的英雄代表。但是实际上，拿破仑在这场战斗中却躲得无影无踪。《英格兰的生灵》这首歌也被一首赞颂拿破仑的歌曲所取代，拿破仑却开始像人类一样生活。可悲的是，动物仍然相信他们的生活比在琼斯统治下生活得更好。再后来，附近一个农场的农场主弗雷德里克 Mr. Frederick 攻击了动物庄园，并用火药炸毁了重建好的风车。尽管动物们在战斗中获胜，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拳击手 Boxer 也受了伤。但 Boxer 不顾
山口依然不辞辛苦的工作，直到他在建造风车的过程中累倒。此时，拿破仑派了一辆货车送拳击手去看兽医，并解释说，这样拳击手可以得到更好的护理。而一头愤世嫉俗的、能够像猪一样阅读的驴子本杰明发现，这是辆屠宰场的货车，并徒劳地尝试救下拳击手。很快，拿破仑就让动物们相信这辆车是动物医院从屠宰场买来的，而屠宰场的标识并没有被修改而已。随后，拿破仑的宣传部长 Schuyler 告诉动物们，拳击手在动物医院安详去世。而猪们在拳击手死后举行了一天的节日庆典，来深刻赞扬动物庄园取得的辉煌成就，并要求动物们像拳击手一样刻苦的工作。然而事实却是，拿破仑把拳击手卖给了屠宰场，用赚来的钞票给统治集团和制胜联盟里的猪们买威士忌喝。随后许多年过去了，风车已被重建，同时另一座风车也在建造。农场的收入非常可观，但是雪球曾经提及的包括给畜栏挂上电灯、供应热水和自来水的设想已被忘记。而拿破仑不断鼓吹说，最快乐的动物应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是事实就是，农场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农场里面的动物却过得还不如被人类统治时期好。在拳击手死后，许多参加过动物起义的动物也已死去，琼斯先生也客死他乡。而猪们越来越与人类相似，它们直立行走，手持鞭子，身着衣服，动物七戒律也被简化为一句简单的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也就是开头的那句话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拿破仑举办了一场晚餐宴会，猪们和当地的农场主庆祝着他们刚刚建立的盟友关系。拿破仑废除了革命传统，并将农场又重新命名为庄园农场，也就是最初的 Manor Farm。此时，全书最点中点的一幕出现了：动物们看着与人类平起平坐的猪，再看看人类，这才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辨别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真是又是一个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故事。引用原文的话就是：The creatures outside look from pig to man, and from man to pig, and from pig to man again. But already it was impossible to say which was which. 故事里面几个主要人物分别在1945年的现实中有对应的对象。The Old Major 老少校象征着马克思列宁，而拿破仑象征着斯大林，雪球象征着托洛斯基。拿破仑的肉喇叭宣传部长 Schuyler 则影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其他动物里面，拳击手 Boxer 是忠诚而又强大的象征，乌鸦 Mouse 则是岁月静好派的代表，羊群是盲从政治宣传的无知民众，嘴里喊着简单粗暴的口号，凑在一起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拿破仑的一群猎犬象征着国家暴力机器和秘密警察。最后，驴子本杰明指的是那一群明哲保身的、有独立思想却不敢反抗的、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知识分子。1991年，苏联解体了，人们开始狂欢，以为象征独裁、暴力、集权的恐怖主义的邪恶政权就此永远消失了，以为打着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旗号行专政之事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殊不知，在新的时代、新的世界里，拿破仑、雪球、本杰明以及羊群又在某些国家、某些人的身上上演了似曾相识的一幕。好了，故事讲完了，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人就是喜欢短平快的信息，也不想去思考，不喜欢花时间去研究一些深入的东西。现在是，以前也是。对于口号性的标语的东西情有独钟，从最初的 Four likes good, two likes bad， 不管对不对就随大溜，再到后来的 Four likes good, two likes better， 以及 All animals are comrades。而且人在独立行动的时候反倒不会很极端，但是一旦凑成群体形成乌合之众，就可能完全不去思考，啥事儿都干得出来。U行所和日本人校车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民粹极端主义就有了发芽的土壤。毕竟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而这就是平均主义，就是集体主义，结果就是共同贫穷，然后少数统治者享受荣华富贵，享受权力无边。